我一碗蒙汗药干到了一名敌军首领，今日又能赚上一笔了。昨夜，一个身材挺拔的男人敲开了我家大门，他带着一身寒气，问我讨碗热食。你且稍坐，我去给你下碗面。有劳。没错，这正是敌军的一个首领，人称玉面郎萧景行。我顶替父亲从军的那几年，在战场上见过他。赏哥50两，凭这个去军需司领钱。谢了大人，50两银子，够我在这鬼地方活好几年了。奉主子的命，接沈姑娘进京，请即刻动身。你们主子是谁？贵人。我不想去。在此等候。萧景行，他怎么没死？别来无恙，沈姑娘。那50两赏银，可还够花？受命在敌国卧底多年，好不容易完成任务回到故土，刚入边境就遇上了你，被你的蒙汗药结结实实的放倒了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是您。这是赏银，我1分都没动，赔给您。你那蒙汗药劲儿是真大，
不过那碗炝锅面的劲儿更大。回京城这么久，山珍海味吃了不少，可每天都念着什么时候能再吃一次你做的面。您接我来京城，就是为了给我煮面。那煮完面，您就放我回去。你原籍卫所已经报称你病故，户籍也消了。从今往后，世上再无白狼沟的沈双宁。你只是我定远侯府的一名厨役，听差办事即可。不知公子是何身份，竟能做出如此手眼通天的事？当今圣上第8子，萧景行。萧是国姓，真是冤家路窄，我居然把当朝皇子给卖去卫所领赏了。怎么把自己弄成落汤鸡？看到下雨了，我就想着去接些水，结果淋湿了。不稀奇，江南此时正逢雨季，常常下雨，阴雨连绵的，让人莫名惆怅。白狼沟干旱少雨，每一滴雨水都金贵的像油一样。这里是烟雨江南，根本不缺水，边塞哪里比得上？朕知道。大皇子受封了，大皇子景行自请远赴北京一邦之地卧底多年，其职可免，特封为定远侯，食邑800户，赐金100两，帛50匹。一个堂堂皇子，既没有封亲王，也没有封郡王，只封了个最低等的侯，食邑更是只有可怜的800户。听说八皇子的母亲是个胡姬，出身低微，所以圣上才不待见他。你在看什么？侯爷，您看，昨天这一片还是光秃秃的，今天竟然长满了竹笋。哦，这里真好，处处都是吃的。笋子长得快，过2天就能挖来吃。路边还有各种野菜，山上也长了很多野果。在这里活着，比在白狼沟容易多了。未必。侯爷不忙吗？不忙。我这个定远侯是个闲职，没有任何差事。你是说干拿俸禄不干活？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事儿？是。嫉妒使我面目俱非。完了，这碗他宝贝的很，这下可怎么办？只能先对付着用1天了。你那大碗里装的是什么？香得很。北方风味的面食，这丫头做的很地道，我爱吃，不知您吃不吃得惯？要不您尝尝？
老爸委屈你了。沈双宁，昨天那只粗陶碗是你弄破的？那碗本就是我从白狼沟家里拿来的，就算是我弄破的，那也是我自己的东西，凭什么要赔？你知道昨天来的那位贵客是谁吗？算了，说出来怕吓着你。这些金饼都是你那只破碗换来的，你随便挑几块走，就当是我赏你的。侯爷，我不要金饼，能不能换别的赏数？哦，你想换什么？换几天假。管家说明天城里有庙会，可热闹了，有变戏法的、打把式的各种小吃，还要去城外的东山寺看桃花，还有京城的10大胜景，我一个都还没去过呢。你一个小姑娘，怎么比我这个闲得发慌的侯爷还会玩？要不我带你一块儿去？也行。听说上去吃一顿至少要花几百两银子，我这辈子都不敢想。走，上去看看。裴将军威武！恭迎将军得胜还朝！任谁看见自己昔日同吃同住的兄弟，突然变成了一个梳着发髻的姑娘，都得吓一大跳。沈双宁，你和裴小将军是旧识？我在他身边当过几年签兵。你一个姑娘家，居然敢顶替父亲从军，胆子真大。看来这裴小将军对你在意的重啊。今晚宫里有一场凯旋宴，我也受邀在列。你若是想见他，我可以带你一起去。我倒不想见他，免得他追问起来没完没了。不过我长这么大还从没参加过宫宴，想进去见识见识。别人进宫带的侍女都穿绫罗绸缎，你怎么也不换身衣服？我还真没有，平时在府里总是干活，穿绫罗绸缎不方便，也舍不得花钱置办。哎呀，侯爷，您就别那么多讲究了，我就是一个普通奴婢，宫里那么多人，黑灯瞎火的，谁会注意我啊？不愧是皇宫，到处都点着明晃晃的蜡烛，一点都不心疼灯油。绣5爪金龙的是太子，绣4爪金龙的是亲王，而绣麒麟的就是萧景行。在这些皇子里，萧景行的肤色是最低微的，但容貌却是最出众的，站在人群里一眼就能看见他。不用看也知道是裴临安。裴小将军这样很不妥啊，现在我俩又不是军营里同吃同住的兄弟了，他这样死死盯着一个姑娘家看，要是被别人看见了，成何体统？这里人多眼杂，别乱跑，跟紧我。饿了？侯爷，您面前那盘是什么肉啊？
闻着好香，好不好吃？你尝尝就知道了。太好吃了！这是烤鹿肉，宫里的御厨做的。侯爷，最近天天挖野菜吃，都快吃腻了。要不咱改天也去抓头鹿来吃？抓不到鹿，抓几只兔子也行，烤着吃可香了。萧景行本就不得宠，我可不敢给他惹麻烦。老八，姑名下有一片猎苑，正好养了些上好的肥鹿肥羊，明日姑就命人挑上10几头，送到你府上养着。你随时可以杀了改善伙食，不必天天带着下人挖野菜充饥。臣弟无论何时多谢太子兄长。有些事朝臣们那么多双眼睛看着，父皇与姑也身不由己。但你放心，姑绝不会短炒你的衣食。侯爷，明天太子殿下送羊来，咱挑一只最嫩的小羊羔，烤着吃好不好？裴小将军当街拦车，所谓何事？侯爷车驾之中，似乎有末将的一位故人。久别重逢，可否请其移步一叙？哦，将军所言故人，不知是哪一位？白狼沟沈洛曾随侍末将帐下2载，是末将最信任的亲兵。裴将军认错人了吧？我是个姑娘家，怎么可能去军营那种地方当兵呢？夜深了，本侯赶着回府，请将军不要阻住去路。明日4时，本侯在府中备下薄酒，敢请裴将军赏光一遇。末将定当前往。侯爷慢行。说是太子妃特意让人送来的，我心里明白，这些珠宝首饰是给未来的侯府夫人准备的。萧景行在敌国卧底多年，耽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，如今平安还朝，想必很快就会有媒人上门说亲了。过来看看，喜欢哪个料子？选几匹做身新衣服。啥？给我做衣服？总不能老穿粗布衣裳出门，让人看了笑话。侯爷是怕我穿的寒酸丢您的脸吧？我是怕这些布料堆在仓库里，放坏了可惜。行吧，既然他都这么说了，我就不客气了。侯爷，库里堆不下，放着也是放着。谢谢侯爷。侯爷放心，今天这只羊我准保给您烤的外焦里嫩，香飘10里，包您满意。嗯。侯爷，这里灰大，您往后稍稍，别沾衣服上了。我耐脏，我耐脏。沈姑娘，我帮你烤。沈双宁，沈姑娘，
裴林安这小子，自从那天来过之后，后面突然让人捎话给我，说他被自家老爹禁足了，再也不能来侯府了。听说了这个消息，萧景行叹了一声，可惜，然后转头就兴致勃勃地带上我去碧波湖游湖去了。侯爷，裴将军为什么突然被禁足了？裴灵安年纪轻轻就战功显赫，前途不可限量。而我后面的话他没有说出口，但我已经猜到了。萧景行有一半胡人血脉，这辈子注定得不到朝廷的重用。若是和手握兵权的裴灵安走得太近，难免会引人猜忌。裴家是忠良世家，不敢冒这个险。侯爷，你要是觉得闷，我可以陪你到处玩。看来裴小将军是再也不敢来了，以后也只有你能陪我了。我在侯府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舒心，每天跟着他出门溜达，踏春赏景，吃遍京城的美食，我都有点乐不思蜀了。隔壁在办喜事吗？怎么突然放起鞭炮了？回侯爷的话，不是办喜事，是有人买下了隔壁的宅子，今天头一天开灶，图个吉利。知道是谁买的吗？不清楚，对方神神秘秘的，一直没有露面，只派了管家来打理。塞北的鱼金贵得很，一斤鱼能换3斤羊肉。沈双娘，裴将军，你怎么爬墙头上了？你不是被你爹禁足了吗？嘿嘿，我跟我爹立下字据，保证再不踏进侯府一步，这才被放出来了。我这才明白，原来买下隔壁宅子的竟然是裴灵安。沈双娘，你还记不记得以前咱俩在塞北的河面上凿冰求鱼的事儿？不记得，我都说了多少遍了，我没从过军，没去过塞北，你咋就记不住呢？流言凶猛，他为了避嫌，连上前寒暄一句都不敢。唉，真是可怜。裴将军请便吧，我得给侯爷做饭去了。嘿嘿，占了。你们听说了吗？裴小将军被家族阻挠，不得和八皇子亲近，但两人情比恒坚，竟然天天隔着墙条幽会。你这消息是从哪儿听来的？整条街上的人都这么说，听说是从侯府里传出来的消息，绝对靠谱。侯府里哪有人胆子这么发，敢传侯爷的闲话？怕是不想干了。别瞎传，根本没有的事儿。裴灵安那个糙汉，哪配得上这样的神仙人物？你都不知道外面传的多难听，说你和裴灵安在墙头幽会。不必理会，让他们说去。大哥，
边玉兰树下站的是谁家公子啊？长得也太好看了吧？怎么都没人搭理他呢？好看是好看，可惜了，定远侯那样的人物，却因为有胡人血脉，注定得不到朝廷的重用。现下虽然是个侯爷，但他的爵位是世袭降等的，历经数代消绝之后，后人难免会跌为梨树。我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谢景行这个定远侯的爵位是世袭降等，而非世袭往时。再加上他有胡人血脉，更是处处受到遏制，真是太惨了。这不是定远侯府那个丫头吗？你怎么坐在这儿吃上草了？好吃吗？不好吃，苦，比我们侯爷的命还苦。此话怎讲？听说侯爷的爵位不是世袭罔帝，这些贵女都不愿嫁给侯爷，免得自己的后代受苦。照这样下去，侯爷在京城怕是娶不上媳妇了。儿臣景行，叩问父皇圣安。父皇，我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吓得腿都软了。平身，丫头也起来吧，别趴在地上了。老八最近都忙些什么？去东山看桃花，在碧波湖泛舟，还去小河沟钓了几次鱼。你这日子过得比朕还舒服。父皇莫怪她失态，这丫头的家乡干旱少雨，从小没见过几回池塘，来了京城以后，就最爱在池塘边玩水。这池子确实小了点儿，水也浅。这侯府还是高祖时候的旧宅，也该好好修缮修缮了。朕从司库里拨1万两银子，给你翻修宅子。我一个人站在旁边，显得特别突兀。我心里琢磨着，要不我也跟着跪一个。再从黄庄的良田里分1万亩，赐开定远侯府做世袭田产。1万亩良田还能世袭？这样一来，就算萧景瑩的后代不能入朝为官，起码也不愁吃穿。丫头，这下不用担心老八娶不上媳妇了吧？不担心了，不担心了。有这么多田产，我都羡慕他未来的媳妇儿了。我看着萧景行，心里暗暗想，萧景行的母亲一定是个极美的狐姬，不然老皇帝也不会这么心疼他。好看吗？好看。那是自然，老八长得最像朕。没过多久，将军府就变得热闹起来。裴小将军得胜还朝，名满京城，许多有闺女的显宦人家都纷纷托媒人上门说亲。可那些媒人都是兴冲冲的来，气哼哼的走，边走边骂，说裴临安这个小将军太挑剔，简直难伺候。长得漂亮的，他嫌人家柔弱，连弓都拉不开；性格温柔的，他又嫌人家怯懦，不够勇猛。裴临安这小子，他这是挑媳妇儿还是挑军卒呢？嘴里含着东西的时候，不许大笑。万一卡住喉咙怎么办？多危险！嗨，我是上过沙场的人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哪儿那么容易死？不在意这些。我在意。我懂，
要是我也有1万亩良田，这么大的一座侯府，还有花不完的银子，我也想多活几年。总在京城里转，也怪无趣的。过2日我带你去别的地方耍耍，散散心。什么地方？你想去哪儿？哪有好吃的，咱们就去哪儿。东南的云城风景好，还有好喝的桂花酿和最地道的清蒸鲈鱼。好好好，就去云城，去吃鱼。侯爷，裴小将军带着一口大箱子杵在府门口不走，非要见沈姑娘。裴将军这是何意？侯爷，我要赎他，你开个价吧。沈双宁，我不知你为何会卖身入侯府做厨艺。既然我们相识一场，我愿为你赎身，还你自由之身。你这人还怪好的，居然还想着帮我赎身。虽然当初来京城并非我的本意，但自从来到这里，我跟着他吃遍了山珍海味，玩遍了京城的名胜古迹，日子过得别提有多舒心了。我竟从来没想过要为自己赎身的事。沈双宁，你想要自由吗？侯爷，那你开个价吧。你自由了。沈双宁，你从来都不是奴籍，是良籍。你到侯府做厨娘，算是帮佣，我每个月都在给你算工钱。双宁，如此说，你就不必留在侯府了。要不，你现在就跟我回去，我必不会亏待你。别闹！回什么回？我还要跟侯爷出去玩呢，云城清蒸鲈鱼还没吃呢。我也能带你去吃啊。不行啊，你还得天天去兵营操练呢，哪有他这么闲？萧景行这样的闲人才最适合带出去玩。咱们从京城出发，先去云城吃最地道的清蒸鲈鱼，再坐船去江州逛河鲜早市，吃鱼丸汤、尝荔枝肉，然后沿官道去白水城，吃牛肉羹、竹筒菜饭，饮棕榈酒。我要去吃鱼丸汤了。裴将军请回吧，我和侯爷着急收拾行李赶路，就不送你了。这一路南下，我们玩得十分尽兴，吃遍了各地的美食，看遍了江南的美景。但玩着玩着，我不得不开始担忧起开销来。侯爷，咱这么个玩法，天天山珍海味的，你能负担得起吗？你还记得父皇上次赏赐的那几箱金饼吗？哦，那么多金饼，够我们吃喝一路了。我那些金饼，并非用于吃喝。你傻了，说话呀！自从知道我不是奴籍，我的胆子就越来越大了。伸手捅他算什么？气急了我还捏过他的脸，抓过他的发髻，他也从来不恼，总是笑着由着我闹。
我用那些金饼买了几支商队，在云城收几车丝绸，在江州收几车春茶，还有珍珠、笔墨等江南特产，运到北方去卖，火力不小。我们这一路的所有开销都是从商队的获利中出的，根本花不到本金。这趟我们先逛东南，将来还可以向西往北走。天下那么大，好吃的好玩的多着呢。侯爷，我一辈子给你煮面，你别赶我走，我也不要工钱了。你出去玩的时候带着我就行，将来你娶了媳妇儿，我还帮你俩带孩子。当真？当然是真的。一辈子跟着你。下车。你不愿意就算了，也不用现在就赶我走啊。傻丫头，到客栈了，你不下，那我可就自己下了。下，我下还不行吗？公子小姐，里边请。我可不是什么小姐，我是他家的帮佣。姑娘，您别开玩笑了，您身上这身贡品越州绮罗，可是只有皇家或者诰命夫人才能穿的料子。萧景行给我这些衣裳的时候，根本没说这么多，我以为他只是嫌我穿的寒酸，带不出门。小的姑父是江宁织造府的工匠，常常听他说这些布料的讲究，就记住了。柳儿，你们该再去山这边用餐。想月老子。我们在客栈用了午饭，小二说客栈隔壁的山上有个月老祠，香火特别鼎盛，求姻缘特别灵。小二又说月老祠门口卖的红糖糍粑特别好吃，是当地的特色。我一听有好吃的，立刻也想去看看。侯爷，红绸上写的啥？永结同心。跟谁啊？我心里有点小小的失落，许是哪个京城的贵女吧。她那么好，总有一天会娶一个门当户对的贵女做侯府夫人的。我盘着腿坐在树下的青石上，看着眼前的景象发呆。远处是来来往往的红男绿女，香炉里袅袅升起灰白的烟气。江南的颜色真好。侯爷，你回来啦？吃莲子吗？你怎么这副表情？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以前即便不被重用，他脸上也只是一层淡淡的疏离和悲伤，我还从没见过他这样凝重的神色。说说嘛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不管能不能帮得上忙，说出来心里也会好受些。北境敌国派使者来京城求和了。哦，这是好事儿啊！还以为自己白担心一场。他们同意向朝廷称臣纳贡，但是提了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当年我在敌国卧底的时候，与他们的长公主相识。如今使者说，长公主对我念念不忘，想要让我入赘北境，回去做驸马。不能去，绝对不能去。为何不能去？你又不是没在塞北待过，
那地方苦寒得很，哪有江南这么好？你要是去了北境，可就再也吃不上美食，看不到美景了。还有呢？那边缺水，洗澡都不方便，而且到处都是牛羊，臭烘烘的。他们的长公主肯定也没有江南的女子香软温柔。这是邦交大事，不能无故拒绝。父皇已经说了，除非我能在1个月内迅速定下亲事，否则为了两国和平，我势必要被送去北境入赘。那你就快点定亲啊！我这样的人，有谁能看得上呢？是啊，若萧景行没有胡人血脉，定远侯府绝对是京城里人人争抢的香饽。可惜，侯爷，要不你别光盯着那些官宦人家的贵女，也看看其他的女子，哪怕身份不高，只是平民百姓，但是貌美能干，会持家，也不是不能做侯府主母啊。可人家未必会答应嫁给我。你人长得这么好看，又有身家，最重要的是，你不用在朝廷听差，自由自在的，天天都能在家陪媳妇儿，还没有不良嗜好。谁要是拒绝，那他肯定是天底下最大的大傻子。沈双宁，那你嫁给我吧。侯爷，你说的是我？貌美，能干，会持家，不丑，做饭特别好吃，很能干。第一次见面就从我身上赚了50两外币钞票，比谁都会持家。侯爷，你不后悔吗？现在还不知道，你先嫁过来试试。若是我将来后悔了，我把整个定远侯府都赔给你，总归不会让你失本。我在心里盘算了一下，好像还不错。裴林安也太小气了吧！好歹相识一场，我成亲，他居然连个贺礼都不送。不稀罕他那点东西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给你。我要。这天天气微微转凉，但还不甚冷。我在院子里支起一个小火炉，煨着一壶茶。我在等一壶独属于塞北的温热味道慢慢熬开。你这茶放在炉上煮这么久，岂不是把香气都煮没了？这不是江南的清茶，是我们塞北常喝的奶茶。天凉了，喝这个茶暖和。你这孩子怎么自己先吃上了？你倒是给长辈吃一口啊！好，别急嘛，
我这不是先给您试试毒吗？没毒才敢给您吃啊。还是夫人最疼我。钱够花就行了，别累坏了身体。若我赚钱少了，夫人后悔嫁我怎么办？50两，买你。买我什么？你最近常常看账本看到深夜，我买你今天晚上早点睡。遵命，夫人。他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我只是想让他休息好，身体好而已啊。吃着吃着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。对了，您可还记得北境的那位长公主？北境那个要和侯爷和亲的长公主，后来怎么样了？什么长公主？什么和亲？有这回事吗？北境早就被打怕了，年年纳贡，哪敢提什么和亲的条件？老八更是连北境皇宫都没进过，哪认识什么长公主？小景行，这个大骗子，他居然骗我！